今天辉宝帮爷爷干了一件大事儿，那就是替爷爷给远在室外的妈妈接了回来。不过调皮的永宽有点忘恩负义了，爱宝走出来后给辉宝关在那里。这事儿也只有宋3岁能干得出来了。永宽这是给辉宝上了一节有关于人性的课，让其没事儿不要乱钻通道。辉宝出来后就开始在通道门口喊宋3岁出来单挑，但通道门口窗户里出现的却是圣西姨母。圣西姨母这是被宋3岁带坏了。都知道辉宝最记仇，姨母要是不给辉宝哄好，辉宝能记姨母一辈子。姨母来到园区给辉宝道歉，姨母跟辉宝玩起了欲擒故纵，故意撑着不给辉宝胡萝卜，急得辉宝围着姨母团团转。辉宝让姨母别逗自己了，赶紧给自己胡萝卜，表示自己已经原谅姨母了。辉宝着急的还摔了一个屁股蹲，这时姨母立马给胡萝卜塞到了辉宝的嘴里。姨母给辉宝的小性格拿捏的死死的，姨母给辉宝胡萝卜的时机恰到好处，再晚1秒，辉宝可能真就哄不好了。这样，辉宝吃完胡萝卜后依旧黏着姨母。辉宝追上姨母后，姨母又给辉宝喂了一块胡萝卜。这一下，辉宝和姨母又是天下第一好了。乐宝之所以能这般惬意的吃竹子，多亏了江爷爷。江爷爷太懂熊体工程学了，简简单单用血一摆弄，就能让乐宝的坐得很舒服。就连乐宝坐在这儿的样子，都和江爷爷演示的是一样。江爷爷似乎已经给自己当成熊了，乐宝可能出现的一举一动，江爷爷都能想象到。不过到了晚上，乐宝就辜负了白天奶爸对自己的一片赤诚。下班点到了，乐宝在园区睡起来了，不想回家了。任凭江爷爷如何呼喊，乐宝都没反应。反观爱宝这里都不用奶爸叫，瑞宝在爱宝面前折腾来折腾去，就给爱宝给气了。瑞宝调皮的有路不走，非要天天尝试用自己的大长腿在小亭子上的最高处接触地面。虽然瑞宝没有下去小亭子，但是给妈妈吵醒了，这还受到了爷爷的表扬。与此同时，辉宝这时也没有睡觉，在树上吃着竹子，随时等着下来。瑞宝因为爷爷还不给自己开门，一直在园区无聊的转来转去，喊辉宝下来玩。姐妹俩凑在一块儿就不无聊了，不为丰容，彼此推来推去。姐妹俩打打闹闹，一起商量着给爷爷敲门，让自己回去。辉宝负责守在门口，瑞宝前去敲门。姐妹俩这团结起来，还真给通道门敲开了。辉宝第一个听到门开的声音跑了回去，瑞宝紧跟其后。爱宝也没有迟疑，看到通道门打开后，也紧随瑞宝、辉宝后面一起回去了。想到一个人的心是藏不住的，是什么让平时温顺的爱宝面露狠色？起因是今天爷爷在园区放置了一些王竹，而福宝这里比爱宝率先来到园区，福宝就认为这些竹子是自己先发现的，那这些竹子就是自己的。爱宝表示这么多竹子福宝也吃不完，于是便打算帮福宝解决一下。哪知小心眼的福宝看到妈妈吃自己的竹子，一下就咬在了爱宝的尾巴上。福宝这一咬，差点给咬断自己与爱宝之间的母子情。爱宝和福宝互不认错。第二天，江爷爷来到房间，看到爱宝和福宝谁也不搭理谁，母女俩对角坐，而江爷爷则做起了和事佬，让福宝给妈妈道个歉。福宝，你是不是对妈咪做错了什么？快给妈妈认个错吧。此时的爱宝缩在一团，从未对福宝有过如此的冷漠。爱宝独自一人去到隔壁房间吃饭，江爷爷偷偷对福宝讲，让福宝乖乖和妈妈认错。爱宝一个人给福宝带大，很不容易。福宝听了爷爷的话，主动跑去妈妈身边和妈妈说话，试图缓和自己与妈妈之间的关系。同时再加上江爷爷在一旁的助攻，母女俩很快便重归于好了。给辉宝馋的，妈妈还在睡觉，辉宝偷偷钻到妈妈怀里吃起了奶。因为小滑梯上位置不够了，辉宝只能站在小木床上吃，真是个吃货模样。直到一会儿，辉宝给妈妈弄醒了，爱宝一下就给辉宝推开了。被妈妈抓住的辉宝瞪着大眼睛，仿佛知道自己下一秒要挨揍了。不过爱宝并没有真的动手，只是单纯给辉宝推开，让其不要打扰自己睡觉。圣西姨母看到后，则是让爱宝回室内休息了，自己来到园区给辉宝带来了胡萝卜。圣西姨母最懂爱宝当妈妈的感受了，常常因为姐妹俩的调皮，觉得爱宝太累，然后让爱宝回家或是去室外。姐妹俩看到姨母来了，齐刷刷的来到姨母身边。姨母此时手里有小零食，姨母让姐妹俩怎么样，姐妹俩都会乖乖的照做。姐妹俩一边吃着胡萝卜，一边享受着姨母按摩，舒服的辉宝四仰八叉，还得踩在姐姐身上。这一幕都给姨母看笑了，辉宝真是各种整活。而瑞宝则是一心沉浸在了吃脚丫中。刚才瑞宝起身前，姨姨们还以为瑞宝是在啃胡萝卜，宝家真是不养闲人。乐宝再一次坐实了大熊猫是近视眼这一结论。原本今天万圣夜，圣西姨母和另外一个姨姨想给乐宝
整点小惊喜，精心在地上插了胡萝卜和窝头。但当乐宝走进室外园区时，却与窝头和胡萝卜来了个擦肩而过。乐宝丝毫没发现旁边的窝头和胡萝卜昨天也是这样。等乐宝在园区溜达完一圈再回来时，才发现姨母插在地上的胡萝卜花束。乐宝走过来一下就给胡萝卜掰断了，然后挨个吃着上面的胡萝卜。这一下什么浪漫的氛围都没有了。乐宝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了，因为能让乐宝浪漫的只有爱宝。乐宝在跟爱宝谈恋爱时，妥妥细节男神。爷爷们当时为了进一步拉近爱宝和乐宝的距离，经常让爱宝和乐宝互换房间。爱宝察觉到这一现象后，每次出门都要在门口为乐宝留下标记，就像是在留信一般。而乐宝在收到这一信件后，乐宝激动坏了。乐宝闻遍了爱宝的房间的各个角落，同时乐宝还给爱宝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做上了标记，生怕爱宝看不到自己留的信件。当爷爷给爱宝的房间关上时，乐宝那叫一个依依不舍，抱着爱宝的门口不想走。这个深情给爷爷看的都感动了。乐宝因为早上去过爱宝的房间，这整个一天里乐宝都是开心的模样。而因为乐宝留的信件太多了，这让作为电灯泡的福宝都闻到了。这个年纪里的福宝还不懂爸爸和妈妈的情感是怎么样的。爷爷问福宝是不是墙上臭臭的，亦或者是不是读到了爸爸给妈妈留的信件的内容。为此，江爷爷还好奇地学着福宝的样子，尝试读一下乐宝的信件。江爷爷闻了半天，讲道：乐宝和爱宝的信件应该是加密的，自己什么也没闻到，可以说是一点气味也没有。所以乐宝并不是不浪漫，而是乐宝的浪漫是爱宝专属。今天奶爸不给爱宝按时开门下班，爱宝本来就烦，辉宝还要在妈妈气头上反复试探。开始辉宝连拍爱宝好几巴掌，爱宝也没有理会辉宝，爱宝只是等待通道门的打开。辉宝则以为妈妈一直都不会自己，依旧不断的在爱宝身边打滚，同时还要压在男主角身上。爱宝最看不惯自己的园区的小花小草被欺负了，就给辉宝巴掌。辉宝被妈妈的这一巴掌打懵了，直接被打的愣在了原地一动不动，有点怀疑熊生了。辉宝缓了好一会儿，跑去妈妈身边去问个究竟，张嘴之前伸手给了妈妈2巴掌。此时辉宝觉得也没必要再问究竟了，毕竟自己已经还下来了。而瑞宝这里看着小脑袋，看着妈妈和妹妹整活儿，心想这母女俩又咋了。辉宝给了妈妈2巴掌，转头就钻小床下面。爱宝在上面有点够不着辉宝，辉宝在下面一边躲一边偷笑。看到妈妈离开后，辉宝扶着小亭子站起身，让妈妈继续来找自己。不过此时爱宝已经和瑞宝玩上了，辉宝等了半天没看到妈妈过来，辉宝又爬上了小亭子看妈妈在干嘛。当看到妈妈在跟姐姐玩时，辉宝吃错了，一下扑在了妈妈身上。上一秒还觉得妈妈不好的辉宝，下一秒又和姐姐争宠起来了。不过爱宝的母爱很快就消失了。通道门一打开，爱宝毫不犹豫地起身下床，快走2步回家，动作一气呵成。辉宝这里则是直接跟着妈妈跑了回去。瑞宝则是往树上爬去，但爬到一半发现自己被丢下了。瑞宝有些尴尬，瑞宝尴尬地从树上下来，甚至尴尬到路都不会走了，直接从小亭子上摔了下来。